好，来看一下恐龟新世纪啊，我就不说恐龙新世纪啊，那个字儿他妈的就是日本那个龙，你知道吧？这个龙非常逗啊，就是恐龙新世纪啊，就是真的是怎么说呢啊？是好，那这里面它为什么做这个封面呢？其实挺好看的啊。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3进版。什么叫3进版呢？就是说这个应该是这个进血杀，然后进这个武器，然后进血吧，应该是这个啊。所以说就这个情况，咱们现在呢是20暴击，兄弟们啊，咱这个暴击呢是在这个屏幕上写着的啊。这个恐龙新世纪啊，那个龙就是他那个字确实是龙啊，是日本就是他写的那个汉字啊，日本的汉字啊，大家伙儿记住啊，日本还有韩国他们写的字都叫汉字啊，这个你要记住的就好了啊，都叫汉字的啊。你说的不叫风暴小子，叫暴风小子吧，兄弟啊，前2天解说过了啊。好，我们看看。20暴击的话呢是初始攻击力啊，攻击力不高，但由于咱们选的是这个，对吧？选的是这个大汉，所以说攻击力很高啊。好，反跑。操作者呢是歌羽神啊，歌羽神。这个3进版呢是更新过了啊，之前咱们玩的那个3进版呢，这个已经更新了，因为之前我解说过3进版了。那这个3进版呢，说白了，咱也没有说什么速不速通了，因为它进了啊，你不让你练。那个 AD 血杀好像练完之后有惩罚机制，好像我记得啊，反正是这么个情况。好了，就是无论怎么样啊，这个游戏你就想吧，反正很简单嘛啊，就是对于高手来说，高手玩游戏啊，跟咱们玩游戏你会发现就不一样。就比如说，你看咱们玩那个王者荣耀，你看那些主播玩的啊，也没那么秀，你感觉哎这我也会啊。但是呢，你当你上来玩的时候，你发现你感觉自己跟狗一样。好，你看那个血打完出来瞬间就没了，看不见？那个血它必爆血，但是那个血箱子一碎之后，那个血从空中往下落到地下的时候就没了，这很嘚儿了啊！你就没血了，你看，这就是3进版啊。你看血掉下来就没了，好嘚儿的啊！但这里面呢，咱们这个暴击啊，挨揍的话呢，还是可以提升暴击的。但是我不知道啊，怎么样？其实这个游戏暴击我觉得没啥用了，因为你没有血杀的话，你知道吧？如果你没有血杀，你暴击，你暴击对吧？你就保不住自己的暴击，除非你是无伤。但是你无伤呢，你也需要用 AB 来无伤啊，对吧？你不 AB 的话，无伤太难了啊。进血杀呀啊！血麦根儿，好，一个扣。呀，好，哎，要，真要了，好了，可以看到，他妈的，我这20，哎，我这20，哎，我操，哎，我他妈，这他妈有点背吧，而雷都没有，你看这雷都没了啊。这是操，这不泰森的弟弟啊，这是啊？难道这他妈的暴击都没有了吧？这，哎，好，来看看昆山龙哥啊，但是打他是不需要的啊，你只要有一手跳，基本上就可以搞定了啊。大哥，你屁股疼不疼？打倒了，起身压制一摔，好，反身位再摔，卡歪轴啊，正身位摔，好的。一个大坐，头技一摔，压起身，再摔，啊，这也太背了啊！起身往回摔，哎，你看，他这个黄色这个枪这个兵啊，确实很面啊，不是像大伙想象那么厉害。再摔，起身往回一摔，我直接摔死了。前几关无所谓啊，但是实在是有点背，你这个他妈的真是怎么说呢啊？泰森的弟弟叫太背的啊，好呀，你看这个伤害确实不高，正常这一管血一套招就死了啊。电台直接走，杰克啊，哎，我就说了，你能不能送个车过来？你咋回去啊？请问啊，你给我送个车，你怎么回去呢？啊，逼逼赖赖啊！
小的时候开车特别喜欢把这个 BOSS 撞死，也有人喜欢呢不撞死，然后呢去刷枪，整得满屏幕都是枪啊，怎么玩都行。这个 BOSS 确实简单啊，想撞死他呢，只需要对吧？你只需要就撞死就行，对吧？拉住后撞啊，你拉前的话不好撞的，知道吧？这个车是凯迪拉克啊，凯迪拉克这个游戏的原著叫《凯迪拉克与恐龙》啊，可能就是一个凯迪拉克的一个硬广告。大家伙都知道啊，凯迪拉克确实在中国啊，说白了，你说它是个豪车吧，我说难听点，它也就是仗着这个牌子长得好看一点，别人不认识啊。其实实在是非常嘚儿的一个啊，无论是对于现在的这个长相，还是说对于它的这个性能啊，都是这个比不上其他的车的。它也就仗着自己是个肌肉块比较强的大老美的车啊，我感觉就是这个意思啊。好，来看看，这打死之后最后这一下挺狠啊。其实啊，现在呢，我觉得啊，以后呢电车肯定是趋势，但是你怎么把电池解决到它可以抗防冻？现在我跟你讲，在东北啊，这他妈的这个零下三四十度这个天你怎么破？不用零下30-40度，就零下20度你都破不了啊！这个电池技术啊，这个也不知道这个刀片电池到底能靠不靠谱。反正你在这个，你比如像在我这个城市，如果说啊电车，你比如说我前一阵不去上海嘛，然后我那个女同学大家伙知道吧？大家伙都知道我有个女同学啊，就是是我小学6年加初中3年的同学。这个就在我那个地方是很少的。我小学，我们小的时候小学是一共6个小学，初中是3个对吧？有2个初中1个高中。然后呢，我是小学加初中同学只有他一个啊，是一个这个9年小学的同学。然后他开的特斯拉，这个特斯拉，然后这个特斯拉呢，这个怎么说呢啊？就是说我觉得啊特别好。等未来呢，如果特斯拉能达到这个 A5 级别的辅助驾驶啊，就也可以叫自动驾驶，然后再加上这个对吧？再加上这个电池，哇，30了，可以了，30就不错了，兄弟们啊，30这个暴击已经是仅次于40的暴击了，算是整个这个游戏当中的第2暴击了啊，已经不错了啊。然后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你看它的这个100公里加速速度非常快啊，非常快啊，推背感我们跑那个高架啊，然后我就开玩笑，我说你开车技术挺好啊，我说你一脚油门是不是就要130了？他真的一脚油门，瞬间就我感觉好像不到3秒就130了，真的。就是说他在跑40的基础上加到130，可能不到3秒，就是相当快啊。他是那个 Model 3，还不是说他还不是那个 Model Y 啊，还不是那个最好的，目前最新的那款啊。好，但是我在想一个事儿啊，如果说是在这个东北啊，无论是什么比亚迪啊，还是这个对吧，还是这个什么最近说这个小米要造车嘛，对吧啊？无论是这个怎么样，我国产也有国产之光的，对吧？如果说电车好的话，对吧？我肯定是要换一手电车的啊。这个在城市里面开车，他妈的汽油车太嘚儿了，尤其是汽油车的手动挡啊，精神病一样啊，真的啊。20了，这一刀真的是嘚儿啊！好，有点危险的啊。但是呢，由于这个 BOSS 血量不多啊，特斯拉和蔚来哪个比较好？就现阶段来讲，特斯拉吧，因为特斯拉便宜啊。你看特斯拉现在哇哇降价的啊。但是你想那个 SUV 啊，对吧？你想要 SUV 车，你可以买那个蔚来的。蔚来现在我不建议买，蔚来都停产了。你看它停产3天啊，现在好像又恢复了啊。它那个芯片被人卡了，你知道吧？芯片不足，然后停产了。那个蔚来，我哥们儿开的就是蔚来，他那手蔚来是什么呢？就是他赶上一个非常恶心的事儿啊。说白了就比较无耻的一个事儿，什么呢？就是可以无限那个什么，可以无限那个，就是换电池。大家伙知道什么叫无限换电池吧？啊，就是说。很多人说什么叫无线电池不扛用了，你换个新的吗？不是的，是这样的啊，就是它有这个换电站，它的电池更换技术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正常咱们特斯拉不都是有那个啊，全球不都是有那个充电基地嘛，咱们去充电。但这个蔚来呢，它不是充电，它直接给你换电池，它给你换电池，就是你从汽车底部你开上去之后，给你把电池抠出来。其实比亚迪也一样的啊，可以换电池了。但是我哥们儿非常无耻，有个什么事儿呢？当时有一个政策，就是说你提前预购这个车，你得提前预购，然后车等出了之后啊，你才能拿到手。
这个你可以无限换电池，而且不用交钱，免费的。也就是说，你原始的这个电池，你把电用完了之后，对吧？公里数已经不足了，是吧？你开到这个换电池的这个站点，你直接换一个电池，1分钱都不用掏，终身免费换电池，那就相当于免费充电啊！你就相当于这个车是免费的，你看，你只需要交什么？你只需要交强制保险，或者说是商业保险啊，保险必须得交。然后呢，你只需要交罚单，交过路费啊，比如说高速的过路费，你只需要交这三种东西，然后再加上就是一种汽车保养或者洗车的这个事儿了啊，再就没了。你只需要这4种消费，汽油说白了就充电不需要花钱，你只需要路过的时候换一块电池，就又能跑400多公里，知道吧？这是什么意思吧？就是他赶上这么个事儿，现在没了啊。他赶上这个事儿非常无耻啊！因为他上班，他是在那个徐泾东，就是虹桥枢纽那个地方买的房子，然后他每天要开车去浦东，对吧？每天开车去浦东，然后他每天开车回去，你懂的啊？每天开车回去，我操，对吧？你懂我意思吧？然后呢，就要走这个高速啊，外环高速，然后呢，3天2头，1个星期换2次，换2次电池。这个换电池这个员工都疯了啊，都疯了啊！好了，来看看啊。当然这里面我就是说啊，如果它能解决这个电池在东北啊，就是能够，对吧？能够这个保持它的这个续航的这个能力，那在东北买电车也是挺好的。实在太冷了，冬天我告诉你，汽油车都得热车呢，你何况电车，知道吧？啊，当然电车呢，你可以选择什么呢？你可以在家里有个车库，但是也不行，对吧？你也跑不了长途，对吧？我们这边呢，这个充电柱啊，还是没普及，对吧？充电也是没普及的啊，你懂的。你包括那个特斯拉好像在那个只有哈尔滨和大庆有那个充电基地，啊，有那个专业的充电基地。半个小时就能充满啊！现在你看，你去那个特斯拉，你要半个小时充满的话，大概是，你懂的。而且有时候买车，他还会送你那个充电的那个卡，反正当然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现在呢，入手特斯拉的其实就是便宜，我告诉你，它就是便宜啊！它现在就是我说的便宜是打特价的啊，可能是意识到了什么啊。好，我们先不扯这个事儿啊。这里面这个3进版呢，咱们也看到了，血肯定是没有，然后这个武器也没看到减啊，咱们就直接就是一手血武器外加这个血杀，这3个进啊，这是3个进。我记得以前很多人这个看重的风向是太阳能啊，太阳的这个动能，但是太阳能呢，说白了，你研发这个太阳能啊，这还不如这个烧汽油，研发太阳能的这个技术太贵了。现在呢，又是这个电车呢是趋势，但是呢还没有完全解决某些地区，比如说北方地区，对吧？你这个就没法解决，没法解决就没有办法啊。好啊，这个改造恐龙啊，你看这个都是日版啊，这是日版。好了，这个20暴击什么时候才能改成30暴击啊？那我不需要40，你给我个30也行啊，那么抠呢啊？这是马云对吧？马云不好打，对啊。其实马云也没什么不好打的，没有小兵。这个游戏你只要记住啊，没有小兵，所有的 BOSS 都是懒闲子，对吧？没有小兵，马云龙也是懒闲子的，是吧？啊，黑龙江兄弟们啊，黑龙江，2020年，对吧？2020年1月1号到2021年的1月1号，根据权威的这个报表啊，整个黑龙江流失了20万人口。啊，整个黑龙江流失了20万人口，黑龙江一共才几千万人口，兄弟们啊，流失了20万人口啊，这个相当的难啊。因为现在我们黑龙江的这个资源都很少了，无论是石油啊、煤矿啊，还是森林啊，除了农业还是依然霸住啊。黑龙江现在这个农业确实是啊，这个全球首屈一指啊，它不光是全国啊，全球首屈一指。而且呢，黑龙江呢，现在你比如说自然资源，比如说啊，有一些山产品还好，但是呢，动物呢没有了。比如说鱼，小的时候我记得在我老家，我爷爷啊现在已经去世了，去对吧小河沟里面跟我们钓鱼啊，钓什么鲫鱼呀、柳根子啊、老头鱼啊，或者说什么那些鱼啊，都非常的好。回来呢裹上面一炸，我这一顿饭就出来了啊，对吧？炸鱼对吧？配小米饭啊，配这个大米饭。2米饭啊，就小米和大米的同时煮2米饭，
对吧？就很像这一顿饭就出来了。现在你去钓鱼，想得美啊，哪有鱼啊啊！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国家还没有立法，可以吃这个林蛙啊，哈士马。哈士马就是蛤蟆啊，普通的蛤蟆。林蛙呢，在我们心中，林蛙呢是比哈士马要好得多的。但是小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吃啊，小的时候是没有人愿意吃的啊。第一不愿意吃，第二呢也不惜的吃，太多了啊。结果现在呢，这经过这30年啊，这都已经快30年了，20多年以后啊，你现在想吃林蛙，你想得美啊！多少年没看见长虫了？长虫我前年还看到了，我在北生公园看到一个土丘子啊，土丘子是不能吃的，对吧？在东北呢，有一种蛇是可以吃的啊，叫松花蛇啊，只有它的体型比较大，而且毒性非常小，相当于没有啊，可以吃松花蛇的啊。但是呢，我是没吃过啊，我也不敢吃。说白了，我也不是信鬼信神，我就觉得我不愿意吃，我就想怎么吃啊，精神病啊。我最多也就能忍受吃个狗肉了啊，其他的就吃不了了啊。好了，看看一顿前前跳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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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这一个右边腿，这个小兵右边腿有点东西的啊。以前咱们说什么东北虎啊，又什么什么的啊，现在都少了啊。这个咱们不叫破坏，应该说是利用资源利用的太多了。想当年啊，这些人闯关东的时候，对吧？看中的就是东北的自然资源，现在自然资源都没有了。你像我们那边的林业局现在都黄了，对吧？林业局主搞林业，现在连林业都没有了，怎么办？没有怎么办？凉拌呗，没有林业了啊，那林业都没了怎么办啊？对吧？啊，所以说呢，这个赚不到钱，年轻人呢开不到工资啊，拿工资也不够花，所以说所有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出去了。大概是什么意思呢？跟大家伙这么一想就明白了啊。这个老龄化非常的严重。非常非常的严重，而且有很多老年人，那他还选择出去找儿女，投奔儿女了。他拿着黑龙江的退休工资，然后跑到上海，跑到北京去花，这个 GDP 呢就一下被折断出来了。我跟大家伙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就是说，比如说你的妈妈啊是一个老师啊，教出一个孩子呢非常优秀，在上海呢是一个企业高管，或者说是怎么样啊都可以。然后呢，这个母亲呢要去帮着儿子呢看孩子，然后呢拿着黑龙江给他发的养老保险工资啊，大概是有个3000或者5000块钱，然后在上海花。那怎么说啊，对吧？你想吧啊，你细想，对吧？而且呢，包括呢有很多人呢，比如说到外面上大学，黑龙江的大学呢，虽然说啊，哈尔滨也是有几个不错的大学啊，比如说这个哈工大呀。包括黑大啊，什么哈理工啊，还有挺多的都可以啊。黑龙江科技大学虽然说不咋地，但是名字很硬啊，叫黑科技啊，对吧？像这些大学都不错，对吧？然后呢，但是呢，你再不错，你跟其他大学比不了啊，对吧？比不了。所有人呢都把孩子送出去，孩子呢在那儿上大学，然后大家伙儿把钱掏出来给他们花啊，那你看你怎么办啊？没有办法的啊。对啊，大家伙儿都知道啊，刚才有人屏幕也说了，黑龙江有很多那个外来城市。什么意思呢？黑龙江省三亚市，黑龙江省威海市。这里面我不是在跟大家伙吹牛逼啊，我说人家明明是山东和海南的，怎么能说黑龙江省呢？不要杠啊！他妈的，这个黑龙江人在威海和三亚是真的多啊，对吧？你有的人可能攒了一辈子钱，有一些当官可能搞贪污的，或者去东北前几年啊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做买卖的赚到钱了，然后直接就跑到什么，比如说比较熟知的什么烟台呀、威海呀、鲅鱼圈呐、海口啊、三亚呀等等，都跑到这边来了买房子啊置地，然后呢置业置地啊，有想法的都出去了，你真没有办法啊。哈尔滨佛学院啊，哈尔滨佛学院还真有这个院啊。好了，所有简单的 BOSS 都已经打完了。下一关是一个坎儿啊，也就是说在最后一个就是下一个这一关的最后的这个画面就是那个双忍啊，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因为咱们呢没有血，而且呢咱们呢是没有暴击啊，还不能血杀的情况下，对吧？这个那就相当有难度了，你懂了啊。其实跟大家伙讲呢，就是也不是在吐槽吧，曾经啊，咱们都说这个共和国长子对吧？
包括咱们现在有很多人长春，这个长春啊也是重工业基地啊，哈尔滨对吧？这个你听这个名字，还有齐齐哈尔作为以前的省会啊，这都是有点这个有点这个俄罗斯化，有点毛子化啊。说白了啊，当年啊，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交通枢纽啊，这都是非常好的啊。而当时的农业、石油业啊，外加煤矿业啊、矿产业，还有最新呢还研发出一种叫石墨烯是吧？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矿产资源啊，也是未来这个咱们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矿产资源啊，这也是一个筹码。但是呢啊，这个最主要还是农业吧。反正这些加起来，想当年黑龙江啊，虽然说穷了点儿，当时最穷的是贵州，黑龙江现在呢是真对吧？自然资源真的是不行了啊。好，看看哈尔滨现在算2线啊，哈尔滨现在是2线底，那2线底的城市。很多人说不对，小狼啊，哈尔滨我是你是黑龙江人，为什么你黑自己的这个城市呢？还真没黑啊。为什么说它是2线底，不是2线中、2线上呢？因为吧，它首先跟1线城市相差甚远。虽然说它也照样有地铁了，但它这个地铁呢，说难听点啊，反正呢啊，懂的都懂，不懂别问了啊。然后呢，再有呢，主要是看经济啊，主要是看经济，经济呢没那么强啊，没那么强啊。然后呢，它2线呢多多少少也是有一点点勉强的啊，所以说2线底是没毛病的啊。好了，现在呢，东北的这个东方明珠应该是大连，但是大连也不太好，由于某种原因啊，我就在这里呢，我就不说了，懂的都懂，不懂别问了，好吧？由于某种原因呢，大连呢，这个10年前的大连和10年后的现在的大连啊，它的经济啊，还有一些啊，懂的都懂啊，不懂别问了，好吧？然后呢，这个沈阳呢，也不太行了，兄弟们啊，你知道很多人说沈阳好，但是我个人感觉沈阳的未来还不如哈尔滨啊，真的啊，相信我啊。现有阶段呢，沈阳还强点啊，但是越往后啊，好，再次感谢我们的9000万纯净水赠送了2张办卡，多谢啊。好，24暴击，虽然说比20高一点点，但是用处不大呀，没有血了。一会儿咱们还有3忍呢，对不对？你还有3忍呢啊。我就大连的，走的都懂，有点东西的啊。不是啊，我跟你说大连好，但是我说大连的这个现在不如以前的好，就前景来讲，以前是有前景的，现在呢能维持就不错了啊。其实还是要有能人啊，你看杭州啊，杭州作为浙江首府，大家伙都知道，浙江人啊有钱啊，对吧？浙江人也会赚钱啊，浙江人非常出这个厉害，不是无论是义乌啊小商品市场，杭州啊自古以来大家伙都知道杭州嘛啊，对吧？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再加上你像那个宁波啊也是明珠啊明珠城市，外加这个大家伙知道那个绍兴啊是出师爷的地方啊。也是那个对吧？平台湾那个康熙，对吧？平定台湾，对吧？这个战胜那个对吧？正经的那个姚启圣也是绍兴人，对吧？这都是很厉害的啊，兄弟们啊！但是这个咱们就说啊，这杭州为什么稍微屌一点？你看那个马云就是杭州人，而且马云为什么要在杭师大啊？就是我小姑家就在杭师大边上，在那个仓前啊，在仓前这个仓前镇。啊，对吧？就在那个地方，在那个章太炎故居那里住啊。然后呢，我小姑那里呢，就因为呢，这个杭师大是，对吧？这个马云是在那儿毕业的，所以说呢，这个多多少少啊，这玩意儿反哺了啊，他就对吧？这懂的都懂啊，不懂别问了，对不对啊？舟山啊，舟山对吧？海鲜，大家伙都知道啊。这哇，40暴击，我操！哎，发生什么事了？虽然说残血了，但终于出40了，我这个妹啊啊！好的，这个暴击已经满了。我小姑那边的房子可有意思了，我叔伯兄弟啊，我二哥，这个我小姑就说，哎，你来我们仓前来买房吧。这个那时候还没有梦想小镇呢，但是呢，这个我小姑父就是杭师大附属的中学的校长。
可能多多少少听了点什么风声啊，就让我哥在那买。结果我哥呢，傻傻的去那个桐庐县啊，距离杭州市区大概50-60公里的那个地方啊，买了个房子啊。现在呢，涨价涨了一丢丢吧。想当年在仓前买房子，我小姑说了，你只需要花4000块钱就可以买一平不错的房子，对吧？你买一个小点的，买个60-70平的，对吧？按揭买一下。他妈的，现在后悔死了！现在那个梦想小镇那个地方的房子大概是3-4万一平，我他妈的，我哥当时对吧？这个都肠子都悔青了啊！真的是肠子悔青了啊！哎呀，真的是很难受的，你知道吧？当时现在就哭的不行了啊！不行了。其实当时那个时候呢，我小姑呢，因为我不在杭州啊，已经没跟我说。想到如果我一直在杭州工作的话，因为当时大伙儿都知道我在杭州电视台这个实习过。如果呢怎么穿越回去，谁都没有前后眼啊，对吧？谁都没有前后眼。如果当时说难听点啊，就是4000块钱一平，我爸攒的兜里那些钱都可以付个首付了，真的。再加上我，对吧？我贷个款，我买个房子，我没有亏可以吃了，兄弟们啊！我现在虽然说我不是说我不能说是千万富翁，我100万富翁我也是有的，对吧？我倾尽全力我买个房子，对吧？我一本万利啊，对不对啊？好，这一关呢，由于有40暴击啊，打了一个无伤，兄弟们啊，从40暴击之后呢就无伤了，这个有点东西啊，这个40暴击的伤害也非常高，大家伙儿都懂。好，最后一关了啊！现在买还来得及啊！噔！啊！我操，直接扫了1.8块的红包了！我操，有点东西。牡丹江房价多少钱？5000左右啊！牡丹江目前房价5000左右。什么叫5000左右呢？给大家伙讲解一下啊，就是说真有往左，我说的可是真有往左的，就有3000多的啊，兄弟们啊！那要是说黄花什么铁岭河，那还有2000多的，就是装修好的，我就真的哈，真的。为什么说是5000左右呢？也有往右的，说难听点还有12000一平的，那都是江景房，那只有那有几个楼盘。啊，这个小区当中的楼王啊，就是最好的位置，然后说白了就那个意思，对吧？你像我买的恒大的房子，我买的时候4059一平啊，我算的劲儿的啊，4059一平，然后呢精装修啊，因为恒大的房子都是装修好的，4059一平，就这么赖，你可能觉得狼儿你说吹牛逼啊，没吹牛逼啊，那你还没去鹤岗呢，对吧？你去鹤岗，我操，还有300元一平的啊。现在100万啥也不是，我再跟大家伙说一句啊，现在100万啥也不是，是如果你在我老家东方红的话，如果你有100万的话，你就是爷，我告诉你就是爷，哎，噔，就这。你要是去上海，你就锤子啊，锤子，你房你都买，你只能那当然可以首付买房啊。但是呢，如果说现在你真兜里有100万的话，我只能叫一声哥啊，我不需要别的啊。这个火箭就不用送了啊，送飞机啊，送个飞机吧，好吧，对吧？100万送个飞机，我跟你说，我现在存款大概是有个不到10万块钱啊。对，这个咱实话实说。他妈的，你暴击呢？啊，我他妈一打愣，这个暴击没了，他妈又是20爆了。不过这一关没难度，兄弟们啊，这一关是没有难度的啊，就不像刚才那一关啊。100万就想首付，怎么的？100万付不了首付的吗，兄弟们？你们我操！大哥，你住哪儿啊？你住香港啊？100万付不了首付的，我操！对吧？狼，我钱花哪去了？我也没赚多少钱呀，兄弟们！我有的时候经常我也不播呀。我要是从14年一直播到现在，那我估计说难听点，我能赚个200-300万吧，真的。实话实说，但是我又不干，我一整歌1年不播，对吧？1年不做视频，我还玩个屁！而且好的时间都过去了啊！我那时候直播有说白了又有人气又有热度的时候，我这个人就是倔邦子啊！
哎，我就没赚这份钱儿。现在想想呢，也不后悔。人啊，我跟你说啊，没有什么后不后悔的，兄弟们啊，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这个有的时候呢，咱们也是靠一些运，但是呢，大多数是你要有准备的机会啊。那你狼未来什么样都得靠自己，对吧？对吧？做人不要太攀比，踏踏实实做自己。如果非要比一比，那就比激光影，URBBRGR啊，对吧？就这个，好。成交2手房怎么的，对吧？你比如说我哥们儿最开始的时候在那个张江高科那里工作，那个时候还没开发好，对吧？我哥们儿要是当时在那儿买房也一样啊，现在照样也起来了。我还有个对吧？我那个女同学她在哪买房，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啊，那个地方也是在浦东，但是呢离江边非常近，那个地方叫他妈的啥来着？世纪大道啊，世纪大道。他当时好像10好几年前就在那儿买的房子啊，不贵啊，很便宜啊。就当时的眼光来讲呢，当时肯定也是贵，但就现在来讲呢，绝对不亏啊，而且翻了番了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情况啊。好，24报也还可以，比20好一点啊。你像那个我那个哥们儿，现在他在哪儿？他在距离浦东机场大概也就10公里左右的地方啊。你想想，那超级偏了啊，那超级偏了，都在那个周浦附近了。你想想啊，对吧？但是未来，你知道未来那可能周浦那个地方也照样会起飞的呀，对不对？你没法说的啊。最高暴击是40的啊，兄弟们啊，最高暴击40啊。我记得12年在8090点歌主持过，没有，我 YY 是自己建的团队啊。所以说啊，没法说。就像我这个哥们儿他也不亏，我这个哥们儿呢，想当年是170万，首付是交了50多万啊，170多万买的那个那个虹桥枢纽边上的房子。但是离虹桥枢纽这地方还有点距离，是在那个徐泾东啊和虹桥镇之间，好像就是在那个说白了就在那个大家伙都知道那边有什么迎港东路，有什么沪青屯公路那个中间那个地方买了一个房子啊，一个小区，现在也很值钱的，对吧？现在那个地方房子它应该是翻了好几番了啊。因为想当年那个地方。我记得我去找他的时候，他请我吃黄焖鸡啊，不是黄焖鸡啊，那个重庆鸡公煲。然后呢，那地方还有很多的烧烤摊子，还是那个有点城乡结合部那种感觉啊。现在都是大楼啊，都是高楼啊，这变化太大了啊，真的变化。就包括像那个大伙我说那个仓前，就是那个杭州仓前那个地方。我10年前去的啊，11年前，2010年。对吧？我去的那个杭州的时候，我操，那个仓前那个地方，你要说破破烂烂谈不上，但是确实真的很嘚儿啊！你现在再去看，那地铁好几站，然后是吧？就是懂的都懂啊，不懂别问了啊。好，30报啊，单挑 BOSS 没难度啊，这关没有刚才那关难，所以说大家伙都知道，单挑这个 BOSS 真的很嘚儿的啊。禁是禁什么？禁血杀、禁血、禁武器。啊，3禁，这是默认的啊，就是说你不禁也不行，不是说他是不让你有这个功能，你就是不是说你不吃的问题啊，就是你没有。好，为什么说没有小兵呢？你看有人过来撇这个飞刀，但是呢撇完他就走，你懂了啊？你那没车没房好找媳妇吗？不好找，在东北啊。这个东北媳妇呢，虽然说也有一些很好的，但是东北媳妇呢有一个惰性，可能是这个季节的事儿啊，也传统下来了。因为这个东北在冬天的时候呢，就是打麻将啊，冬天没啥活干啊。有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看重这个经济。男人如果在东北不能赚钱，再见吧啊，兄弟们啊，在东北男人赚不了钱，你就再见吧。你说没有车没有房，那肯定不是优先考虑。好，先不扯这个事儿啊，3禁版，因为第7关过了啊，最后一关咱们也就吹吹牛逼拜拜火，没什么难度。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咱们的歌与神给大伙表演的精彩视频，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伙多多支持我了，我们就下期再见吧。